兄弟们，欢迎回来，我是有风相信你们应该见过那种不露脸的一个油管的一个频道，就是那种你根本不用面对镜头，就是要挑选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领域。那在这个细分领域的话，就像是你上传内容的一个分类，选好了你就能吸引喜欢你这种类型的一个观众。那一旦开始赚钱的话，收入就会慢慢的多起来。现在细分领域的话，多的数都数不完挑起来确实有时候有点头大特别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就在第一步就给卡住了，不知道怎么办。我今天拍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想帮大家避开那些选错细分领域的一些坑，告诉大家哪些领域的话，现在在接下来的视频的话，我会给大家介绍7个大家一定要避开的一个 YouTube 的一个领域大家一定要仔细听。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混剪的一个视频所谓混剪就是把几个视频剪一剪拼一拼，再上传到我们的一个油管里面。首先的话，混剪的话，它会涉及到一些版权的一些风险。那你下载别人的一个视频片段，重新上传这很可能就侵犯了一个原创作者的一个版权。即使你自己觉得在合理的使用，但实际操作的当中的话，很多混剪的频道的话，都会遭到版权方的一个投诉或者一个索赔。再者，也不喜欢这种混剪的一个频道。即使你达到了1000订阅、4000小时的一个播放时长你到最后的话，可能也开通不了一个油管的一个获利。也就是说，你辛辛苦苦剪了半天最后根本赚不到钱。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频道的话，它的混剪的播放量，你看这个频道非常的高5天前传了一个混剪视频，它播放量的话竟然达到一个350万，3天前290万16小时前竟然达到一个230万的一个播放量看起来非常的好。但问题是，如果你没有掌握好中间的一些技巧的话，你是不能变现的。那么怎么样我们做混剪的话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的话，答案就是要获得一个素材的一个版权许可。随便点开他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Hello everyone, this is your daily dose of internet. This game. 我们来可以这个是他的一个视频，一共时长是3分钟。我们点开他的详情页的我们点开它的视频描述，点击这里显示更多。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所有用到的一个视频片段的话，在这边它都有提到的话，都链接到相关的一个视频的一个链接或者对方的一个网址首先第一步的话，它肯定是先取得对方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许可，它的一个投稿的一个网站，我们点开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他这个网站的一个投稿的一个频道，你可以把你的视频片段投稿到他这个频道的一个网站里面来一旦他采用到你的一个视频片段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收入，获得一个报酬，是通过这种付费的一些渠道的话，拿到了一个视频的一个原创的一个版权。第二个的话，我有风不建议做的冥想类、一个放松类的一个视频。相信大家在网上应该都看到过这种冥想类的一个视频，它就是放一个视频片段，有些可能有白噪音，有些有轻音乐，你听着这个音乐，看着这个视频的话，可能就可以，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可以打开来听一听，或者说你白天冥想的时候，你可以打开来听一听。这种冥想类的一个视频的话，它确实是非常受欢迎。但是的话，我想告诉你们的，大多数做这种频道的话，你们做的方法是有问题的。是简单的从油管，比如说油管里面有一个官方的视频，简单的是从里面下载一些免费的视频，再找一些比如说 Pixel 或者 Pixabay 上面的一些冥想类的一个视频片段，再用剪辑稍微混剪一下，就上传到油管里面来糊弄油管。就说自己的是什么冥想放松之类的一个视频，这样做油管他很可能不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内容不够原创，导致的结果就是你辛苦做了大半年或者说几个月最后都没办法赚钱，或者到最后甚至可能被油管号都直接把你封掉。我们来油管赚钱肯定是想赚一个长期稳定的钱，所以如果你真想做冥想或者放松类的一个视频的话，那就得用对一个方法其实做起来也挺简单。你可以在你的一个冥想视频里面的话，你比如说你可以在冥想视频里面加上一些你自己原创的一些声音，也可以加一些真人的配音，或者说你想做乐器或者音乐类的一个内容的话，那你就要确保你的音乐是你自己创作的，或者说你可以在 Fiverr 上面去请人，或者说你可以去 Fiverr 或者说 Upwork 上面请人帮你制作这样的一个视频，或者制作这样冥想的一个音乐。比如说我们在 Fiverr 上我们来搜索一下冥想，那有人的话其实他是专门帮大家制作这种冥想类的一个音乐，你看这里他专门帮别人制作这种冥想的一个音乐，价格的话从最低的话$15开始，这个的话它也是提供一个冥想类的一个音乐。
视频片段的话，你一定不要去找网上的一些免费的素材，那你可以自己拍。比如说你可以去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拿到你的一个相机，你去公园找一个绿树成荫的地方拍一些雨滴啊，拍一些大自然白噪音啊。你可以去大山里面，去森林里面拍一些拍一些自然的一个白噪音这种视频的话，你拍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原创的一个视频。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冥想的视频的话，它的内容真的非常长，动不动有一些视频的话，我们过来看一下就是你看这个有23个小时，3个小时如果说你的电脑配置不行的话，那你的电脑也剪不了，因为视频太长，你的电脑肯定会卡死如果你要剪这种超长的视频，你的电脑配置的话，至少要在1-2万块钱人民币以上，我想才可以剪得了。因为如果你超过5个小时、8个小时以上的视频，那你去剪的话，你的电脑的话，大概你的话，普通电脑会被卡死掉，会直接被卡崩溃掉说了你需要原创视频还有一个你可能需要坚持一个几个月甚至2年的话持续更新，那可能最终才可以看到一个效果选择一个细分领域真的非常的重要别急着跟风，先想想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频道脱颖而出，这样你才能在油管上面赚钱。第3个，我觉得应该要避免做的一个油管的一个细分领域的话，属于一个励志类。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不少这种励志类的一个视频。有些视频的话，它直接播放一些名人的一些视频片段播放一些名人的一些演讲的一个片段这类视频的话，确实有些视频播放量非常的高，但是问题还是来了，还是一个合理使用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这种直接拿别人视频片段来用的一个做法并不算一个合理的一个使用。你只是把别人的一个励志片段的话，放在了一些背景素材里面，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并没有多少的一个创新。所以，如果你没有原创的内容的话，尽量不要做这种励志类的一个视频。那么怎么样做励志类的视频的话才能赚到钱呢？我的建议是尽量用你自己的话来传达那些激励人心的一些信息，然后给视频配上你的原创的一个配音，这样你的视频就更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原创的，被认为是原创，也就是更有机会在油管上面长期赚钱。那这里有频道它其实做的非常好，这个 Brian Does， 那你们可以来看一下他的视频的话，好好来学习一下。他用的声音的话是他自己的一个声音，他的一个视频脚本的话写得非常的好。那有些素材他找的一些素材并不是所有的素材都是免费的，他还通过了又有一些付费的一些素材网站，一些比较下载的一些付费素材，在他视频里面进行一个剪辑。因为免费的一些素材的话，可能用的人比较多他选择了付费的一些素材这样他的一个原创度。他选择了付费，第一，付费的素材的话用的人比较少，再加上他自己的真人配音，再加上他写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脚本，这样的话他的视频的话成功几率都会高非常多。那如果说你不想自己说话，那你可以克隆你的声音，像 Eleven Labs 的话，它就具有一个语音的一个克隆的一个功能，还有我们的一个 Flicky AI 的话，它也有这种声音克隆的一个功能。那你可以把你的声音克隆出来的，叫这个通过文字转语音的形式，用你的语气，用你的口吻的话说出这个故事说出这些激励人心的励志的语言。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的话，说到一个不露脸的一个 YouTube 的一个内容方向，儿童板块的话，你可能要慎重考虑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油管上面，其实儿童类的一个视频播放量，你看非常多高，非常，在这个视频都有接近4亿的一个播放量。那既然播放量这么高，还有什么问题？那问题就在于这个收益上。那有一个法案叫做 OPPA， 有一个法案叫做 OPPA， 也就是儿童在线隐私保护的一个规则。它是美国的一项联邦法律它在1998年就是保护13岁以下儿童的一些隐私安全，特别是在网络的一些环境当中。COPPA 的它规定了一个网站和在线服务运营商在收集使用和披露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信息的时候呢，需要遵循一系列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广告商的话他就不能向儿童的话投放有针对性的一些广告你做儿童频道的话，每1000次浏览的话，广告的收益都会非常的低，远低于我们像成年人观众的一些内容。在上传内容的时候的话，YouTube 的话，它会让你选择你的内容是否为儿童制作。如果你上传过视频，你应该都看到过这个选项。
那你必须诚实的选择你这个视频啊，或者说不是，因为油管的话它会审查你的内容啊，如果发现你选错了的话，那你的视频可能后期的话，你的频道会受到一个惩罚。那如果你在油管上面主要是通过广告收入来做视频的话，你可以直接放弃儿童市场啊，但是它也有赚钱的。因为在油管上面其实做的比较好的前几家的话，里面有儿童频道，但是他们不是通过油管的一个广告赚钱，他是通过和与厂家直接进行一个合作广告赚钱，有点机会，但是前提是你需要做的非常大。那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避开儿童这个细分领域啊。油管上还有很多其他更有潜力的领域的话，等着我们去发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叫做非广告商安全内容。那这个怎么解释呢？对于一些我们不露脸的一个对于我们一些不露脸的一个油管内容来说，避免非广告商安全内容是非常的关键的。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但是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明白哪些内容的广告啊，我们就是要明白哪些内容广告商愿意投放广告，哪些内容广告商他不愿意投放广告。简单来说，在油管上面的视频可以分为限定库存和一个扩展的一个库存两类。大多数广告商的话都会选择把视频投放到限定库存上，因为这类视频的话，通常它的内容比较安全，符合他们的一些投放的一些标准。而我们的扩展库存的话，就包括那些含有一些比如说脏话呀、暴力啊，或者说其他广告商认为不安全的一些内容的视频。作为内容创作者，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希望自己的视频能够进入一个限定类别，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一个广告商投放广告到你的视频上面来，从而增加我们的收入。那么如何避免非广告商安全的内容呢？那这里有一些清单啊。首先的话，你需要避免使用脏话啊、粗俗的语言啊，还有避免展示一些暴力血腥的一个场面。这类的内容的话，通常都不符合广告商的一个投放标准，会让你的视频。还有你可以仔细考虑你的一个内容的话，是否适合所有的一个观众的群体。有一些话题或者内容的话，可能只适合某些特定的一些年龄和一些特定的兴趣爱好的观众。这样的视频的话，它其实很难吸引我们的一个广告商。最后我要说的就是，内容创作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和风格来决定说什么做什么，但是从赚钱的角度来看，最好还是尽量避免那些广告商不喜欢的一些内容。但是从赚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制作一些更有商业价值的一个视频，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在油管上面来赚钱。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我们应该避免做的就是一些音乐或者一些歌词视频。首先我要强调的是，如果你在油管中上传了含有音乐的一个内容，那么很有可能被油管的系统标记。一旦我们的视频被版权方索赔，这个视频产生的所有的收入的话，大概率都会归我们的版权方所有。那这种情况的话，特别适合一些我们的一些歌词视频以及任何未经许可使用了受版权保护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视频。油管的话，它官方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音乐库，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音乐，那你可以选择任何类型的一种音乐的一个类型它上面都有所有的，那它里面的音乐非常丰富。那我们在制作视频的时候的话，尽量选取油管帮我们提供的这些音乐，这样呢，你既可以保证我们的一个视频的音乐元素不会侵犯版权，又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频内容。当然的话，如果你运营的是一个专注于音乐的频道，使用的音乐是需要合法的，你可以选择自己创作的音乐，或者说付费请人制作的一些音乐，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版权纠纷，让你的频道更加稳健的一个运营下去。那现在还有很多这种用 AI 可以直接生成音乐的一些网站，比如说这个 Mubert， 它就是一个 AI 音乐生成器。那免费版本的话，你不能用于一个商业用途，它可以帮我们生成任何风格的一个音乐。那如果你想让这个音乐进行一个商业用途，那你就必须要订阅它的一个付费会员，生成出来的一个内容的话，你就可以用到一个商业的一个用途。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视频链接的话，有空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最后一个我要提到的就是一个我们要避免去做的一个领域，就是一个游戏频道。首先的话，游戏内容的话，在油管上的话，目前竞争非常的激烈，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一个游戏频道的一个存在。除非你能找到一种独特吸引人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你的内容，否则的话你很难脱颖而出。
此外的话，有些游戏可能需要获得一个游戏开发商的一个许可，那你才可以在油管上面进行一个播放啊，这也增加了我们运营的一个复杂性，还有一些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因此，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游戏内容感兴趣的话，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在这个领域做出一些独特的一些贡献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可以仔细研究并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一个呈现方式。那你可以去关注一些比较成功的游戏频道啊，学习一下他们的一个运营策略，还有他们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创作技巧啊。最后的话，如果你希望在油管上面通过不露脸的方式的话赚取更多的一个收入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些其他更有潜力的一个细分内容，那比如说金融领域、饮食领域、健身领域、技术领域，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旅游类的一个市场，那都是非常有前景，而且广告费都给的比较高的一些领域。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来看一下。那我是有风，那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